在这次国庆节前夕，中国金融领域最大的新闻就是数字人民币上海国际运营中心正式成立。可以在国务院的网站上看到新华社9月25号的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已在上海正式运营，并推出3大业务平台，包括数字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平台、数字人民币区块链服务平台及数字资产平台。可以看到这3个平台的设计基本上涵盖了支付以及区块链基础设施，也包括 RWA 未来的一些制度安排。所以可以看到，中国这次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布局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一直也都知道，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的领域是领跑全球的。那么这次在国庆之前推出重大的举措，建立上海国际运营中心，它的目标指向很显然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数字人民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也在全球区块链数字货币领域各国都在加速布局的背景下，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占领一席之地。自从美国今年推出天才法案以后，美元的稳定币已经成为舆论的风口浪尖，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感到很大的压力。例如最近英国和欧盟分别推出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举措，欧洲开始布局欧元的稳定币，英国也开始推进英镑存款代币化。所以上海的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实际上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加速布局的一个表现。很显然，上海国际运营中心的成立，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当中的领跑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采用区块链手段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数字人民币上海国际运营中心能否达成我们刚才所分析的目标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为什么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例如美国通过天才法案将数字货币开辟了一条合法合规的稳定币的路线。与此同时，川普政府还签署行政令，禁止央行，也就是美联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那我们得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它要禁止央行发数字货币呢？最主要的原因有2条。第一条就是央行它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传统上央行是不能够直接向公众提供商业银行服务的。所以如果你直接为公众发行数字货币，那就意味着央行已经可以通过所有人的电子钱包直接为你提供转账支付的服务，这样央行就进入了零售业务，抢占了商业银行的饭碗。不仅仅是对商业银行产生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它会牺牲央行的独立性。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央行的产生，最早譬如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产生，1913年美联储的诞生，中国1984年人民银行单独履行央行职能，这个都是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大进步。所以如果我们让央行退回到直接向客户提供零售服务的这个阶段，那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它要禁止央行数字货币。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央行数字货币在西方国家很难被公众接受，核心问题在于隐私保护不足。因为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在转账过程当中，或者在业务处理过程当中不保存客户的信息，那很明显就不符合现有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等这些监管要求。但是如果你要收集客户的这些信息，那意味着客户就完全变成了透明人，他将不可能再有任何隐私。这在西方社会高度重视隐私保护的社会环境下，它是很难落地的，因为公众不会接受。那么中国跟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在隐私的保护上，
中国和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中国人对隐私相对说来没有那么敏感，再加上政府比较强势，所以个体在保护隐私的问题上需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所以隐私保护在中国不算是非常大的难题。但是央行独立性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核心。熟悉金融体系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在1984年以前，中国的人民银行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央行负责发行货币、执行和制定货币政策，但它同时又直接向公众和工商企业提供存贷款服务。所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把原来的工农中建这些银行恢复起来，把交通银行恢复起来，这样我们有了5大专业银行或者商业银行。所以从1984年开始，我们就完全剥离了人民银行的存贷款业务，把人民银行变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因此，如果今天央行在大规模的运行数字货币平台，提供电子钱包，给客户提供存贷款转账服务，那么央行又回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年代，重新变成我们原来所熟知的叫做大一统的金融体系。这很明显是历史的倒退。所以央行数字货币充满着争议。那为什么中国能领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技术上领先，而是因为中国在隐私保护以及央行的独立性这方面，我们愿意做出牺牲，而在西方国家这个是很难实施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你要通过数字人民币，上海国际运营中心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它的难度有多大。中国人你可以不太关注隐私，但是当你这个支付体系走向国际，登上国际舞台的话，那么其他国家的客户他是否也能接受这样的隐私保护，他是否也能接受这样的透明度，这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还有更底层的原因，就是通过数字人民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它的难度从根本上是在于人民币本身的国际化。也就是说，人民币如果能国际化，在全世界都不用数字货币的时候，那人民币就应该能国际化。如果人民币在当时跟美元、欧元、日元竞争的时候，你不能获得领先优势，通过数字人民币，你凭什么获得竞争优势？是凭效率吗？如果凭借效率，那区块链上高效率的平台多的是。所以如果你再加上你的高透明度，你在国际上被接受的可能性其实很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理解这些逻辑的话，那我们可以预见数字人民币上海国际运营中心的发展前景是堪忧的。他想要达成他所预设的目标，毫无疑问将会非常艰难。好，我们今天就对这则新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评论，希望能听到你的观点。咱们下次再见。